嗨，大家好，我是老魏。我身后是平西市场，平西市场是属于第6郡，从那个后江路过来，但是这里属于10号塔路，一条街过来2个不同的名字。那10号塔路再往前呢，就是离金边市场很近，金边市场那边就属于海上朗文街，原来的孔子大道就在那边。我们今天到平西市场来看一看，这个市场里卖的能有哪一类的商品。如果想来越南做生意呢，可以考察一下金边市场和平西市场。在平西市场每周末这个位置这个平西市场的大门口都有很多的民众，在这里喝咖啡看演出有些演出是自发的，所以这里是周末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热闹的。老魏以前拍过平西市场。给平西市场也做过详细的介绍。那今天这个视频呢，老魏就不介绍它的历史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详细的信息。今天呢，我们只针对这个平西市场里面的商品进行做一个介绍看看它是哪类的商品是做哪些批发的这里是不光是批发，也有零售。平西市场在越南南部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来到平西市场，在1楼的话，这里都是卖包的各种包，它这里都是以批发为主，针对的是整个越南南部的市场这种箱包皮具，但是这种包都不是真皮的包括钱包皮带这边很多很多整个一麻袋全是包。像这边的箱包呢，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有很多货是来自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能做到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才能让这种批发利润比较高一点。在越南拖鞋是非常流行这是附近的小贩在中午时间来给他们做那个食品的零售这里全是一些鞋子箱包鞋子。这里的拖鞋这个有一股那种橡胶的味道，或者说塑胶的味道还是蛮重的。但是他这边的鞋子也基本上全是搞批发的。这里的鞋子呢，有的是越南本地生产的，但是有很多是在中国过来。但是现在越南产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了。商家都是这样一个深深的，这是应该是2个店面。都是躲在里面，其实里面是蛮热的，他们要一天要一直吹着风扇。这种全是拖鞋，这个拖鞋的比例占得太高了。在越南穿拖鞋的人也是非常多。如果走在街头怎么样区分外国人和越南人，就是看他们脚上穿什么鞋如果说穿的是皮鞋或者是运动鞋，大概率是外国人。如果穿的拖鞋，基本上是可以肯定他是越南人，或者已经在越南待了很久的外国人。但是先逛一下这个平西市场的内部，内部这个后面呢是这种小食品的批发。上面有韩国字好多是上面是写着韩国字，我看到写着中国字了，这应该是从中国过来的。是但是我想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尽管上面有韩文或者是日文，因为像这种批发都非常便宜的如果从韩国过来价格就很贵了。餐具一次性餐盒其实在越南的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是像这种一次性的水杯用量非常大。那有很多中国工厂设在越南原来都是通过进口，那现在基本上实现了这种当地的量产。小配件在越南是非常受欢迎的这种小配件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包括像这种小头花非常精美的这种小装饰在越南的女孩子都非常会打扮像这种小头花销量都很高很大包括什么指甲油什么剪指甲的一些，就是护理指甲、护理头发的，这个销量很大，所以在批发市场也很多。
包括这种项链啊，就一般的那种比较便宜的项链，这种类很多啊，在越南也是很畅销啊。在这里批发的东西，大多数都是针对越南市场，咖啡煮咖啡用的东西，或者一些锅具啊、勺子啊，在这边很多啊。前面全是那种塑料的盆子，或者一些瓷器。那瓷器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我简单的是把下面逛了一圈，然后我们上去看一下。啊，这里全是这种草帽啊。虽然越南天气很热，但是帽子的销量是很高的啊。出去一定要戴个帽子，不然太晒了，受不了。这上面都是一些化妆品的批发和零售，以批发为主，玉、笔袋啊，这个上面是用中文，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了。在越南呢，实际上是对中国商品是又爱又恨啊。爱呢是便宜啊，物美价廉；恨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品质问题啊，或者其他的问题。那有的商家为了提高这个市场上的销量，就把这个中文字全部去掉，全部改成英文啊，或者是越南文，全部按这种包装来做。那相对来说就稍微好一点，可以打消这个价格便宜、粗制滥造这种疑虑。这边全是袜子啊、内衣内裤、毛巾啊这些东西的批发，这些很多商品都是来自中国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这边做袜子的生意的，那他在越南南部销售额每年都可以保持在500万人民币以上啊。销售刚开始也比较辛苦，全是骑着摩托车一家一家去拜访，做最辛苦那种销售，然后自己也学会了越南语，然后自己天天去送货，所以做的是非常辛苦。但是现在市场非常稳定，而且他们做法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全部赊账赊出去，然后年底再收账啊，用这种方式来打开市场。因为这种市场这种做法是非常辛苦的，一般的没有实力的老板啊，来到这边是很难按这种方式来做的。因为在越南呢，很多商家就是有时候买了你的东西，怕你跑了，或者说不进行售后了，或者什么呀，很多都是喜欢欠一点钱，或者说直接去赊账来给你代售。那这样的话，你如果想快速打开市场，你有实力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啊。当然有一些商家也是就是做着做着，上半年做的挺好的，下半年突然消失了。那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少，真正诚信一点的商家还是蛮多的。包括我那朋友也是，他也遇到过这种跑的商家，但是大部分还都是在的，还都是把这个费用能够及时的，春节的时候及时的结给他。衣服啊，这个内衣内裤啊，像这种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在平西市场这个里面呢，商户主要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卖的东西全是比如衣服、鞋子啊、内衣内裤、文具、化妆品，要跟我们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平西市场很少有这种工业用的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包括下面卖的这个锅碗瓢盆啊，就是工具啊，也都是厨房用的工具比较多一点，包括零食啊，都是和我们人跟我们人进行接触的。工具类的相对来说少，那周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等一下逛了这个平西市场，然后在平西市场的周边转一圈，我们看看平西市场周边是卖的是哪些东西。因为在越南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在建的时候都是将近100年了，相对来说规模的已经是很小了，它满足不了这个批发零售经营贸易的需要，那就是在附近的周边的街道也都是扩了市场相对来说规模都比较大。那我们周边也去看一下，平西市场大门左侧的全是做这种零售全是做这种就是干果的批发零售的干果啊，还有一些是调料啊，这个就比较多一点。有的是越南当地生产的，有的是从中国进口的，比如像红枣啊、像葡萄干啊这种越南生产不了的，那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像莲子像这种都是
越南当地生产的。像这枸杞肯定是从中国进口的。在平西市场正对着平西市场左侧的这个大棚啊，下面基本上全是批发这一类的东西的啊，就干果啊，一些调味品啊，等等等等吧。我终于从这个棚子里出来了，外面的阳光好刺眼。这个棚子这边呢，全是做这种干果、调味品、调料啊，做这种我们吃的可以吃进去的东西的一些批发和零售。那在左侧呢，我发现这好多是玩具啊，这很多就是那种比较差的塑料玩具比较多一点。因为我看这个门口啊，大部分都是这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端的一些玩具啊，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比较高级一点的玩具。的都是越南当地生产的一些有特色的，比如鸡肉干、牛肉干，相对就比较大一点。它这个门面至少有5米宽，然后长大概是20米，也就是每个店面有大概是100个平方以上。我们现在绕到平西市场的后面，平西市场的后面大多数也都是这种入口的东西啊，就是食品类的，跟食品有关的东西，有很多也是有越南当地产的糖啊。包括糖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全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这里也有很多卖这种方便袋啊，卖这种一次性餐盒的，它这都是批发的，这边全是批发的啊。在越南做生意的有很多，在这边就是选定好了以后，就从他这边下订单，然后他们有人送货上门啊，每天都有人送货上门。就是他们送货上门的摩托车，非常老，但是非常耐操。这个是平西市场的外面，啊，外面的下面有一个是，菜市场啊，有一个菜市场。这个菜市场呢，规模也是算在这附近来讲算比较大的了。早上的时候这边吃东西啊，人啊很多，晚上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包括有的地方是一些小的餐馆啊，现在也有在营业的啊。一条街呢有很多这种香烛啊，香烛的批发，有很多是批发香的。啊，这种香呢有很多是来自中国，这个我知道。包括那个阮志清街上啊，它是佛具一条街，它也是有很多从中国买过来的东西。啊，这里是一个餐厅和一个卖水的地方，这边都是一个小餐厅了。这里是面对平西市场右手边的商贩啊，这里全是也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啊，就是餐具啊、餐盘啊，包括一些这种吃进肚子里的一些干果啊、冰糖啊、莲心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啊，种类非常多。到这里可以买到整个越南下6省相关的农副产品啊，所有的这个农副产品都能买到。边有很多是在越南本地生产的，但也有一些是从中国进口的。啊，具体哪些是中国进口的，哪些是越南当地生产的，我也很难分得出来了。它像这样的一个小槽里面就是一户，一个小槽里面是一户，卖的东西都稍微都有点不一样。啊，这里也是一个棚啊，也是一个大棚，也就是在面向平西市场右手边。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大棚哦，这里面的调料非常多，多了很多调料。啊，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越南当地产的一些虾干啊，一些鱼肉干。我现在从这个大棚里出来了，我在我的右手边嘛，全是这种厨房用的东西啊，全是厨房用的东西，一条街上全是。很壮观啊，给大家看一下，非常壮观啊！总之这个平西市场呢，是它所有的商品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要么是我们的衣服鞋子啊，或者是一些毛巾被子啊这样的东西的批发，要么就是吃进肚子里的可以啊这种东西的批发和零售啊，所以这个市场就是生活类的一个市场
但很少有工业类的东西。好，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祝您生活愉快，拜拜。